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店用百花石桃水做的饮料卖的巨火，但是百花石桃水可是常年霸榜中国最难喝饮料排行榜第1的饮料。既然第1难喝都这么受欢迎，今天我们打算研制一下第2难喝的饮料，那就是红色尖叫。上一期视频我说我要研制一个红色尖叫的饮品，有人建议说你可以把崂山百花石桃水跟它2个混合一下尝一尝。研究新饮品，红色的诱惑我管它叫。红色的诱惑，这个我不爱喝，这个也不爱喝，这俩加一块儿，啊，负负得正。我怎么感觉我们是全网第1个拿百花石桃水兑红色尖叫喝的人呢？这俩饮料一混合，味道真的很神奇。红色尖叫的参味和百花石桃水的草味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。这个饮料咋说呢？我觉着这次研制应该算是失败了。我觉得这个不能拿出来卖，真的是太难喝了。这辈子不会再喝第2口，太难喝了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个红色诱惑算是失败了，现在我就只能用咖啡浓缩来试一试。大家可别小看咖啡浓缩，它可以算作为万金油的饮料打底了。因为咖啡浓缩它本身的风味就特别的强，而且它是带油脂的，它里面的香味和苦涩感会中和饮料里面的甜腻感，所以说它几乎搭配其他饮料都不会太难喝，尤其是冰镇的。好喝，好喝，是真的好喝。能信他吗？能信他吗？看样子他们觉得这款饮料也还行，因为表情没特别的狰狞，所以说我觉得这款饮料是可以上架的。但这款饮料有个很悲壮的事情，就是红色尖叫在3个月后就会停产，所以说这个饮料我们只卖3个月。不过饮料的名字我们还没想好，如果大家有好的想法，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一经采纳的话，我们就会立马上架。一进门开始疯狂做饮料了。看4杯。周凯为了在店里玩这个桌游，我说你这么大的盒店里放不下，他把这个盒桌游偷摸的藏在店里某个地方。他藏在了这个的沙发后边，就老徐坐那个位置。你信我没看见，我都看他藏在1个月了。我们店有个特别离谱的事，就是顾客会买各种各样的桌游藏在我们店的各个角落里，因为我们店实在太满了，没有任何的地方能放了，他们就把这些桌游藏在我们店里，然后他们要玩的时候再找出来，真的太离谱了。现在我们店1楼大厅又在这玩实质存在，这个游戏可能是我们店过去这1整年来说最火的单人游戏了，什么羊蹄山之魂、人王3还有生化危机9，我觉得都没有这个游戏玩的人多。其实像我们这种线下的游戏店，一个游戏玩的人多与少，它是跟网上的销量不完全挂钩的，不是说一个游戏在网上的销量越高，我们店里玩的人就越多，而是要看这个游戏的话题度高不高。像我们开店这5、6年以来，我们店最火的游戏是黑刷悟空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第2名我觉得应该是二等法环，他当年也是火的已经出圈了，但是我感觉今年二等法环可能就会被挤出前3了，让我们期待一下吧。店里竟然来了一位顾客在老游戏机上玩洛克人，我没有想到在老游戏机上洛克人会这么的受欢迎。这位顾客现在玩的应该是洛克人 X， 这个游戏是1993年发售的，距今已经33年了，而且这个游戏还是当年卡普空在整个 SFC 时期销量第2高的游戏。那么第1高的游戏是谁呢？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街霸2。所以说洛克人 X 还是非常有含金量的。我在跟咱们一个视频观众打，他差一把上大师了，然后他心太炸了，一把打不过我。街霸这个游戏真的也很神奇，当年卡普空就是靠街霸2这一个游戏，从一个2线厂家直接变成了一个全球顶级游戏大厂。我没有想到33年后的今天了，街霸6现在还是全世界最火的格斗游戏。假装发站了，假装发站了。被你捉到了。现在我们楼上已经有2组顾客了，一组在玩茶杯头，然后另外这一组的话是在玩街霸。这个小朋友已经连续得4、5个周了，他爸每一周都会带他来玩1、2个小时。然后他今天来的时候还非得玩街霸6新出的这个新角色埃里克斯，说他在家里看了好多这个角色的视频。其实有很多时候像这种格斗游戏不一定非得玩的有多好，只要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中能感觉到开心，这就足够了。终于等到了这个百花蛇草水的新口味了。这是百花蛇草水最近刚出了2个新口味，一个是接骨木梅风味，一个是金银花薄荷味。这2个名字听起来就不像难喝。
这个金银花薄荷味，它只是名字听起来不难喝，但是喝起来我觉得比百花石藻水还要更加的一言难尽。这一次百花石藻水的公司一共出了2个新产品，一个是接骨木莓味，一个是金银花薄荷味。这个折骨木莓味里面加了赤藓糖醇这种代糖，所以说它的味道是甜甜的，然后带着一股草本的味道。我是觉得它是相对最容易接受的，比百花石藻水要更好喝。但是另外这个金银花薄荷味，它不是大家想象湖北那种金银花露的味道，它里面没有任何的甜味，而且它的那一股难喝的味道比百花石藻水要更重一些。反正我觉得它这一次出的2个新品，就是把百花石藻水夹在了中间，折骨木莓更好喝，更容易接受。然后这个金银花薄荷味比百花石藻水还要更加的一言难尽。这是最近一个挺火的一个游戏，沙罗周期什么类型？沙罗周期这个游戏的类型真的很奇怪，它是一款3D 弹幕射击肉鸽游戏，你真的很难想象这几个词到底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，但它就是这么一款游戏。而且它作为 PS5 的独占游戏，它的手柄适配做的特别好，而且里面也有那种自适应扳机的玩法，就是手柄的扳机键轻摁是一个功能，摁到底又是另外一个功能了，这点真的很有创意。5月下雪了，怎么评价？大家有人知道现在天上飘的是啥吗？可能比较南方的观众不认识这是什么，但是北方的观众一定都知道。我觉得安徽人应该能接受。这样的话，就是每个人拿一个。不太能接受，看样子。不太好喝。坏人胜利，刀不中，好人胜利。如果直接扎，这个难喝。他现在已经减弱了，他之前是凉席子，然后再出了一身汗，浸透了泡水的味道。他现在已经没有汗味了。刚刚跟这4位顾客聊一聊，他们竟然全是学医的博士，而且都已经毕业了，这次是出来毕业旅行，这让我逮到了，必须要跟他们聊一聊。读硕的时候去当地医院做规培，他们的一个夜班不是我理解的夜班，他们的夜班他刚跟我说我脑子都烧了，是从早晨的7、8点对上到第2天的5、6点。那你们第2天的7点之后要干嘛？第2天早上7点还是查房呀，就是第1天早上7点钟查房，查完房了，开始交班，交班以后上手术，把今天手术上完，把今天然后回到病房，把那个病人再看一遍，然后把今天的病历写完。就你开始值夜班了，就是你的值班意思就是2个白班中间把你加个夜班。那你们一个月需要值多少次班？基本上是1个月4到5次，然后剩下休息时间就休息。没有什么剩下的时间啊，没什么剩下时间吗？因为你是规培是在你读硕士的时候要完成，你除了临床工作还要完成那个硕士毕业的工作。然后老板会问你这个星期干了什么呀？你科研工作。我懂了。你在值班值了好几次班，然后累得不行，每天回去要补觉。他说你怎么什么都没干？谈待遇的时候说你是学生。让你做工作的时候说你已经是个正经的医生了。跟他们聊完，我知道为什么学医这么辛苦了，因为学医有临床类学科，像他们这4位里面有3位是学骨科的，是妥妥的临床类学科。然后他们读硕士期间都是选择了专硕，专硕就是要一边在医院做规培干活的同时一边搞学术研究，所以说他们那3年特别的辛苦，过年回家都是很奢求的一件事。当然也可以选择学硕，专心的搞3年的研究，但是学医的必须要有规培经验，你需要额外毕业之后到社会上再规培3年，约等于浪费了3年，所以说没有人愿意学。你感觉我也有做骨科的潜质，就是注意一下那个无菌操作就可以了。就你2个断了，中间连个钢板，然后打个钉子，就是骨科手术，跟它一模一样，原理一模一样。这种情况属于脱臼，确实，给他摁回去就可以了，给他拍回去就行了。又到了每天拆盲盒时间了，今天拆的盲盒我光听名字感觉就不太对劲儿，它的名字叫做兰州酱水，味道喜麻香。喜麻香什么意思？我先跑了，甚至都跑不到对面，我天哪！我
说实话，这个兰州酱水真的不太像是直接给人喝的。结果我们就上网搜了一下，它竟然真的可以直接喝。它的味道咋说呢？它是用芹菜、包菜和小麦粉发酵做出来的，入口之后非常的酸，还有一股臭臭的味道，跟豆汁还完全的不一样。然后当你咽下去之后，你的嘴里会有一股小麦粉的回甘味，还挺香的。这个玩意儿味道真的有点一言难尽。就是，哎，刚进口很难受，但那个回味又很香。你一口干了就行了。你都喷了！今天得拆了7、8款饮料，但是我最好奇的是这一款叫做峨眉雪的饮料。这个饮料我们都已经收到过好多次了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品牌？这么出名吗？它的味道其实和白色的芬达那个荔枝味是差不太多的。屏幕前有没有人认识这款饮料？为什么会这么的出名？今天尝试了得有7、8款饮料，这是今天我最惊喜的一款。我觉得它的地位跟可口可乐是一样的，在我心目当中，甚至比可口可乐还要更高一点。这个山翁青是一款贵州品牌，它倒出来之后长得跟啤酒一模一样。它入口的甜味没有特别的重，但是沙口感特别的足，回味竟然带了一丝的酸味和几种中药的味道，但是味道融合的非常好，甜味也不腻。这个饮料真的是我26年到目前为止喝过这么多碳酸饮料，我觉得最好喝的。现在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跟店里的顾客最后玩2把桌游。那现在时间不早了，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给我们投币、点赞、关注一下，尤其是投币各位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。